Hello， 大家好，今天是3月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再遇跳水，周一开盘就是反弹高点，弱势行情距离熊市仅有一步之遥。英伟达暴跌破底，特斯拉冲高回落，苹果技术面最强。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先看到今天的行情目录，本期视频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148期，我们依旧会通过3个部分来讲解今天的盘前行情观点。那么阿哲在第一部分还是会讲到纳斯达克指数整体的环境，经过了一轮暴跌之后，周五反弹，而周一再次出现了更低的低点和收盘。那么当下的市场行情纳指我们怎么去看？我们会通过3个方面来解读，第一个是指数的背离分析，第二个是复阴线 K 线的角度去解析，最后是空间的支撑和压力、多空的强弱来分析。而在第二部分和第3部分，我们会开始讲解个股的分析，主要讲解特斯拉、英伟达和苹果。那么剩下的 Meta、高通、PLTR、微软、TEM、SMCI、MSTR 等几只个股，我们用资金和动能角度去做短线策略规划。希望今天的行情视频能够给你一些帮助和思考。如果您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建议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看到我们的时间轴，因为阿哲的视频一般会比较长，讲的内容也比较多。那么在时间轴当中，这个三角点开之后，您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内容所对应的时间点。那么点击对应的时间点，您可以看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一个内容顺序。而假如您是老同学，那么阿哲建议您还是从头到尾那么完整的观看。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指数背离和复阴线。这个复阴线呢是重点，大家也要注意了，因为昨天的市场指数出现了复阴线，那么个股有很多的股票也都出现了复阴线。如果您是老同学，应该不会陌生，也知道怎么去操作它的卖点和买点。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您跳过所有的内容都行，但是复阴线千万不要跳过。我们先来到第一部分，看到指数的背离分析。那么在此之前，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一个趋势结构。在上期视频，我们周六的行情观点当中有讲到市场一个弱势的表现，最为悲观的情况就是股价的反弹，它连前面大阴线一半都站不上去，都不能有效站上，就再次下跌，跌破18484.5，这是最悲观最弱势的表现。而我们会发现的是，当前的美股市场就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在昨天3月3号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给订阅观众有讲到大阴半18888.96为反弹第一个压力，如果这里就出现受阻了，那么多头就特别弱。那你会发现开盘略微站上，冲高又回落，而后全天都没有再去突破，所以这种反弹力度是弱势的，更不用说呢往下还跌破了一个支撑位。所以当下的美股在昨天过后，整体市场又重新回归了一个下跌的序列。在这几期的行情解析当中，有同学呢会有一些疑问，就是阿哲从这一天开始，你讲到美股会止跌，而后有一些抄底机会，那么到目前为止你还这么认为吗？其实阿哲的观点并没有去改变。在下一张图榜当中，阿哲会讲到何时阿哲才不会去看多美股，什么时候才真的会认为美股转为熊市，到目前不是。所以在下跌当中，我们要积极的去找到一些买点，或者说去试错性的博弈反弹，甚至博弈它的反转。但是我们不能随便去买，你不能说阿哲这里是长下影线，好，你提醒这里有止跌，我直接满仓买进，或阿哲在上周有 IR 模型，你说这里是买点，那我满仓买进，并不是的。我们呢目前还在试错性的去反弹买入。而在昨天的盘前解析当中，阿哲也提得很明确的是，目前这里呢先看反弹力度呢是不确定的，仓位千万不能上太快，它只有站在这个大阴线高点之上才有机会脱离反弹，在大阴线高点之下其实是不强的。所以阿哲呢目前看到周一又出现一根大阴线，那么我们的观察点位就要下移，前面的大阴半先不看了，看到这一根 K 线的大阴半是18604.46，那么这个价格为后续反弹时的观测距离。那假如又有一根大阴线出现呢，那就继续把大阴的一半作为反弹它的一个力度的确认。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图板，那么这个图板当中你就会知道阿哲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去看空美股，以及暴跌以来之前为什么在这里会认为市场的上涨为风险。那么这样图表就会完全的告诉你，
其实呢，目前的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背离现象。什么叫背离？就是涨跌当中出现了不同步。比如说像前期这里，市场出现了纳斯达克指数上涨反弹，没有创出左侧高点，而下方标普指数的上涨却创出了左侧的高点，所以一个新高，一个没有新高，那么这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顶背离现象。而市场的顶背离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后续的下跌，也是本次暴跌的开始的一个预告。像前期这种位置，每次的标普上涨创新高，把左侧创新高打破了，而你会发现每一次纳指都并没有去跟随，所以每一次到了标普高点之上时，都是市场美股的风险。那么现在的下跌也可以这么去观察，因为目前也是不同步的。现在你会看到图表当中，阿哲呢在两个指数上画了两条上行的趋势线。那么像纳指和标普的这两个时间段的低点，那么延伸起来一条上升趋势线。你会发现纳斯达克指数在这一条趋势线上是没有支撑的，甚至有跳空破位，所以这个地方对于它来讲是一个无效的支撑，已经跌破了。在最近下跌破位当中，不止破了趋势线，同时破了前面这个低点的一个左侧支撑。而你会发现下方的标普有出现同样的现象吗？并没有。目前的标普指数依旧在这个上行趋势线上有所支撑，包括昨天的下跌依旧在此收出了一个下影线。那么更不用说前面低点 5773.31 这个点位更加没有被跌破。所以你看到昨天阿哲所发的一个盘前解析，为什么说到在标普破位 5773.71 之前，美股呢还是有多头机会的？所以当前阿哲的观点很明确，在这一波下跌当中，是否阿哲还保持了一个抄底的观点？那么这一个观点就是标普关键的低点不被跌破，没有出现同步和纳指同步的下跌，这个背离依旧存在的话，我们下跌就应该去试错的买进，就应该去寻找买点。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下一部分是复线的学习。什么叫复线？什么叫复阴线？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两根 K 线的组合。首先第一天它是一根阳线，第二天它是一根阴线，而阴线它去覆盖阳线，它的一个实体则叫做复线。而这种形态表明多方力量是受阻的，短期将有反转可能。阳线实体被覆盖的越多，说明买方力度越弱，空方的攻击力度越强。那么这一根阴线，这一个复线组合，那么在近期将会出现很多，你很多个股，很多关注的股票应该都出现了这根 K 线，因为目前的纳指也出现了这根 K 线。那么当下我们看到是纳指的日线图。那么什么叫复线？阿哲呢已经标记在图表当中，你所看到的这一个图表当中的一个黄色的信号就是复线的信号。那么图表当中每一个标记复线的字眼，它其实都是当时产生复线的位置。那么这里阿哲要强调一点，复线如果是在上涨当中产生，它正常有8-9成代表是风险。像成绩这里的跳空下跌之前就是一个复线，只有一个阴线覆盖阳线实体一半以上，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复线的有效。而如果它能够覆盖阳线的全部，那么就属于绝对的强势的空方信号。这个复线的条件阿哲再总结一下，您如果是新同学一定要把它记住。它这个阴线的特点是高点要比昨天的阳线高，而后它的实体得要覆盖阳线实体一半或一半以上，全部覆盖将是一个最为强势的空头宣泄的动作。所以有时候一些市场的暴跌，比如说这一次的下跌，它之前出现了复线，那像这一次跳空的大跌，它也是一根复线。所以复线的产生在明面上它表示的就是空方的强势，而也就是说目前的市场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复线，而且这个复线呢是大幅的把整根阳线都吃掉了，这说明空方是一个宣泄的动作，它跟之前这一根大阴线不太一样。那么这根大阴线呢是一个惯性下跌，是一个延续当前方向下跌，而这一个复阴线它更能表示的是多方反攻过程当中阴线再次出来，并且有很强大的宣泄打压的行为。所以一般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的时候呢，不管3721，你首先卖出手中的短线仓位，首先呢短线上要进行一个止损或获利了结，而后我们再讲一下它的另外一方面。因为市场当中的多空它总是有一个限度的，它不是说永远多方能够一直倾泻，空方一直能够宣泄，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出现复线时，有时候第二天会暴跌，但有时候它就衰竭了。
所以负线的产生它有两重含义，一个呢是上涨的时候空方初次的宣泄，告诉你风险，而后再去释放；另外一个就是市场多方很强势，或多方呢还在这种情况下，空方宣泄，那么多方后续将快速博弈空方的衰竭。那包括这样一根阴线产生大跌，好，空方是宣泄了，而后空方就走弱了，就衰竭了，所以市场照样后续会上涨。所以我们要关注高点出现已经有所获利下的负阴线，遇到要卖出，而卖出之后你要关注它后续的涨跌是否会出现空方的衰竭。那么这里呢，阿哲告诉大家怎么去判断空方是否衰竭。当你出现了一个负线时，你怎么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涨？就是在负线这一天的第二天标记一下，它是为关键 K 线，这根 K 线的高点只要能被突破，那大概率空方是衰竭，多方反而还有优势，所以股价后续依旧在负线后还能上涨。包括这一个负线长升，好，第二天突破，说明空方有所衰竭，多方反攻强势。包括这一天是不是也是负线，这一个位置为 X 突破，是不是还有上涨空间？包括这一个高位负线卖出躲避风险，那么躲过之后，这里为 X， 是不是反而空方是衰竭点？它不只是空方释放风险时，它同时在第二天也是空方衰竭时，因为短期跌得过于厉害，空方释放的过于强劲，太过于着急。那么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判断它究竟是空方衰竭，还是说它真的只是还有空方的力量能够宣泄。所以你要关注的是今天的这根 K 线，今天这根 K 线为 X， 它的高点只要能被突破，将会是刚才阿哲上张图表当中所讲的抄底买点的前提之下去买进的一个条件。以上就是对于市场当中指数的背离分析和 K 线的负线分析。如果以上内容对您是有帮助的，那么千万不要忘记可以点赞阿哲的视频。老同学，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宽裕，也可以呢在阿哲视频当中留下您的一句评论，感谢您的点赞和评论。而假如您是一位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收听阿哲视频，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在学习之余，可以点击阿哲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订阅之后，那么可以显示已订阅，您就可以成为阿哲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那么点开全部铃铛，那么未来阿哲频道的所有知识、所有公开内容，在上架的时候，在发布的时候，您会第一时间收到系统通知。我们可以一起呢，在阿哲讲技术频道学习技术分析，一起赢在美股，在美股当中去有所进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空间技术方面的分析。那么空间技术方面的分析是阿哲呢每天盘前所发布的关于个股和指数当天日内支撑和压力点位。通过支撑压力点位，我们可以知道它当天的多头和空头是谁强谁弱，以此去做短线上的分析和交易。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关于这一部分一定要认真听了，因为后续的个股分析，我们依旧也会用到这项技术来看到短线的多空强弱。我们现在来看到指数方面，如果您是一位新订阅阿哲的粉丝朋友，那么阿哲呢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都会发布一条消息，就在左边这一栏。那么这条消息我们看到其中的内容，一般阿哲呢会发布两方面，第一部分是阿哲较为主观的一些技术判断，那么下方呢是一些技术点位，我们的支撑和压力的计算会比较客观和理性。那么关于这个点位应该怎么去使用，它并不是阿哲说今天的指数或个股一定会打到某个高点或低点，而是说市场的多头如果强势，它的收盘会收在这个高点压力之上。只要股价收盘收在这个价位之上，说明多方就很强势，容易转强，市场呢容易迎接多头的反攻。而假如市场空方强势，那么它的收盘价则很容易会收在它的低点支撑之下。所以这是一个多空强弱的衡量。而如果价格在两者之中，就说明市场目前在做一个惯性的动作，是一个方向性的惯性下滑，亦或者上攻。我们看到右边的一个图表，在右边图表当中是纳指的日线图，在图中的 K 线底下有一些红灯和绿灯。市场如果出现了下跌，是多方强势的，比如在这一天是一根负阴线，那么这一天底下呢是一个红灯，红灯则代表阿哲当天所预测的日内支撑是被跌破的，那么跌破就意味着空方走强，是强势的空头，那么这个在上涨当中遇见就要特别小心。而如果下跌之后遇见了一个绿灯，说明什么？
说明当天这根阳线的 K 线收盘是收在了阿哲当天盘前所发的预测高点之上的，所以它是一个绿灯。市场后续呢则容易出现多方反攻，那么这是一个图表当中标记红绿灯它的一个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价格呢在前方出现了绿灯之后有了一定的上涨，那么上涨途中遇到了一根长长的下影线。如果按照传统的 K 线分析，这种长下影线应该不是一个看空的信号，但是在空间的解析上，当天的收盘只要收低于阿哲预测的低点，就说明空方是很强势的。所以在这一天开始，美股市场出现了首个反弹当中上涨当中的红灯风险信号。那么我们会看到是价格从这个红灯开始一路的下跌，其中呢虽然出现了2次略微的反弹，但其实底下的一个红绿灯依旧是红灯，依旧没有一根绿灯。所以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过，如果您是一个更加右侧更加保守的投资者，您可以等待一根绿灯的产生，然后再去做本次的抄底交易，亦或者是在普通的买点买进之后等待绿灯去进行加仓都是可以的。但可惜的是呢，绿灯依旧迟迟未见，到现在多头没有一个特别强势的当天的表现。那么这里阿哲也给到一个新的预测点位，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18,671.25， 而预测低点是 17,895.87， 而预测的低点是 17,895.57。 那么这两个点位它的使用就是价格今天如果收盘收在它之上，就是本次下跌暴跌以来首个绿灯，而如果股价依旧收盘在它之下，则依旧维持红灯，红灯则代表空方依旧比较强势，没有衰竭。而假如收盘在两者之间，那么说明依旧是一个顺势下跌，因为没有红灯也没有绿灯，则说明保持原来的方向运行。同时你也可以看到每一期盘前解析的底下，阿哲呢也有写到关于红绿灯的判定。像在昨天我们可以看到纳指呢因为依旧收盘在正常区间，所以是维持看跌，特斯拉收盘在预测高点之上，所以可以看涨，而英伟达收盘也是正常区间，所以维持看跌。这是红绿灯相对严谨的更加佐证的判断。通过简单的红灯绿灯，我们可以判断出当天多头是强还是弱，而目前纳指依旧维持弱势，昨天呢还是一个新的红灯，所以当前的短线抄底上，我们先保持不动，先以观望为主，等待绿灯的产生，或许呢是一个更加求稳更加保守的选择。而接下来阿哲要告诉各位新订阅的粉丝同学，您如何去领取到阿哲每天盘前所给大家去发送的盘前解析的福利。您只需要看到视频底下的评论区，点开评论区之后有一个置顶评论是阿哲所发送的，在阿哲的置顶评论当中有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是他的 Telegram， 那么点击链接找到助教，您再给他发送一个口令，也是领取每天盘前的一个口号。那么这个口令是什么？这个口令就是一个盘前，您找到助教的 Telegram， 然后发送2个字盘前给他，他就会帮您登进名额，然后告诉大家怎么去领取到每天盘前的盘前解析。一般阿哲所发布的盘前解析都是在香港时间大概6点之前，早的话呢可能4点，晚的话呢可能会在5点半左右，这是一个日常发布的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关注，也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同时我们的订阅粉丝观众也不仅仅呢只是一个盘前解析那么简单，因为阿哲希望我们的粉丝观众能够在技术分析的学习上能够更加的快速以及学有所成，那么还安排有另外的几重福利，为了大家能够更加有效的学习，阿哲呢有安排了一个粉丝学习小组，在学习小组当中，您学到了任何技术分析的难点问题都可以进行答疑。而同时我们在每周也会专门安排一些进阶知识，是我们公开频道公开视频没有讲到的内容，而这些进阶知识都是以内部直播的方式来给大家提供。这里要注意了，阿哲的粉丝群组并不是说所有同学都可以进入的。第一点，你得要是订阅观众；第二点，您必须真的热爱学习，所以只有参加过内部直播的同学才有机会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粉丝学习小组。那么像本周我们的内部课程主题就是抄底专家，我们每周的主题基本都是根据市场的环境而来，所以本周主题主要是以抄底的方案抄底为教学。3月3号到3月7号，本周周一到周五，那么5节课程5节内部课，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而您如果能够坚持收听1节直播课程，收听完后完成一次课程当中老师所安排的课后作业，
那么您将有机会在助教批改完作业之后，他如果觉得您的分数是合格的，会邀请大家进入到粉丝群组一起学习技术分析。感谢各位新老同学的点赞、订阅和评论。现在我们来到第二部分，关于特斯拉、英伟达、空间、资金、动能3个维度的分析。我们先看到特斯拉的空间图表，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最近出现了一根低点阳线，而后出现上涨。而上涨途中在周一时是冲高回落，那么这一根 K 线它其实也是负阴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要学习负阴线，很多个股都出现了。而这里你要注意了，在市场当中指数出现了较为强势的完全反包的负阴线，那么我们就需要找到比它强势的负阴线，也或者没有出现负阴线的 K 线。那么像特斯拉它就属于一种虽然出现了负阴线，但是指数是完全覆盖，而它呢只是覆盖一半，所以它这里会比指数更加抗跌，它是强于目前的平均价格水平的。那么同样的，它是负线，那么依旧我们也要看到它的今天为 XK 线。如果今天就出现空方衰竭的表现，那么价格的突破将又是一次特斯拉的加仓买点。指数当前依旧低点在创低，而我们会发现特斯拉已经走出了一个底分型结构，所以目前的特斯拉慢慢是强于指数了。而价格这一轮的下跌，它跌破了306.34，当下呢已经是维持了5天时间都是收盘在它之下，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的有效跌破。那有效跌破它将是一个压力，价格往上靠，我们希望它能够快速的去把它突破，那么是一个最好的现象。而如果往下跌，那么267.92靠的是比较接近的，稍微往下踩一踩就碰到了。所以目前的特斯拉上方有一个临近的压力，下方有一个临近的支撑，我们要观察 XK 线是否能够在支撑位之上被突破，而后快速的突破压力位，这是空间上2个关键的点位。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资金和动能方面，现在我们看到特斯拉的日线图表，上边是特斯拉的动能 K 线，红灯和绿灯，下方的是 BBD 资金指标。我们会看到目前的特斯拉在下跌当中，它连续的下跌，连续的红灯，但是在最近的这个低点阳线上，它出现了一个绿灯 K 线，而指数其实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一天开始，它的一个多方已经是强于市场的平均水平。我们再看到下方的资金是出现了流入现象，连续的流出，然后转为流进。我们说这种 K 线高点如果能够被快速突破，更能确定这里是低点。而可惜周一呢冲高回落没能站上，这里还没有被确定低点的有效。而假如这根阳线的低点被后续收盘跌破，就是一个资金层面上我们说比较风险的一点，就类似于前期股价的这一波下跌时资金流出，然后首根流进是它，那它的低点能不能确定有效，这里能不能出现上涨，就要看它的高点能不能被有效突破，低点会不会被再次跌破。而很明显高点突破之后呢，走势不强劲，反而在这里开始重新回落，再次的被跌破，所以这里不是低点。那么我们看到目前特斯拉也是以此为关键，价格能不能有效的突破它这根关键 K 线的高点，以及它不能去跌破关键 K 线的低点，它这个低点的区域才依旧有效。那么在这里阿哲呢通过动能 K 线告诉大家今天的关键点位有关于特斯拉，它的一个高点压力是在 294.295， 价格只有收盘超过 294.295， 那么它才会继续出现绿灯，继续看涨。同时呢，我们要看到今天它的低点支撑是 267.655， 如果特斯拉收盘跌破了 267.655， 那么要小心了，这说明红灯再次出现，空方呢再次转强，那么我们之前的抄底仓位也不能够保留。在此之前依旧目前还能看涨，因为它还不是一个红灯 K 线。以上就是关于特斯拉资金和动能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当下的英伟达出现了再一次的暴跌，而在下跌途中把左边的低点出现了略微跌破，但收盘没破，所以这个地方要关注一下英伟达有没有可能出现趋势上的2B 结构。所谓的2B 结构就是对于前高前低没有有效的突破，像类似于前面这里出现了盘中突破，但是却收回，这就是一个突破的2B， 是一个失败的现象。而价格下跌破位，如果跌破，那么它是盘中跌破，收盘却没有破位，
这个地方只要维持，它也有可能出现2B 结构。而市场的一个回落过程当中，它其实出现了阴阳交错的变盘，这里是阴线、阳线、阴线、阳线、阴线，已经是连续的出现。所以如果今天再次收阴，则容易是一个低点变盘。像前期这里的下跌也是的，阴线、阳线、阴线、阳线、阴线，而后这里是2根阳线出现了低点变盘。所以目前看一下特斯拉是否在关键价位能够出现止跌以及低点变盘，最好不要收盘跌破前面低点。而在空间上，目前的收盘价是略微跌破了116，但整体的实体还在上方，阴线实体并没有很多跌破116，所以这个地方的支撑还不能说一个无效，因为它不只是实体没有跌破一半，同时也出现了一个下影线。当下我们要去确认一下它的这个跌破它的效果。如果今天出现是小 K 线，出现是下影线或10日星，基本可以判断116会再次的被修复。假如今天又是快速的下跌，那么就麻烦了，那么这里将是一个结构性的有效跌破，那么市场将可能会往103去运行。接下来我们看到英伟达的资金和动能方面的解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本轮高点后的下跌，英伟达呢基本上都是以红灯或者说延续下跌为主，而中途出现过一次的绿灯相对的反弹，但可惜是长上影线。这一天买进，但第二天呢是关头阴线的红灯，所以这又是一个我们要止损的交易。在后续的下跌当中，包括在周五的 IR 模型出现时，它也依旧不是绿灯。所以从红绿灯的角度，这里呢是一个小仓位博弈反弹的位置，但第二天再次红灯就出现了止损现象。那目前依旧维持红灯，昨天的下跌它也是一个红灯，所以当前的下跌的力度还是比较强的，这一点要小心。它呢就属于和指数还相对同势的个股，比起特斯拉多头要稍微弱了许多。而从下方的资金来看，一直呢从高点这一个位置，后续的下跌一直保持流出，没有出现流进的 K 线，流入资金也没有显现，跟之前这里不太一样。之前呢是大幅的下跌，但是时间很短，下跌之后很快出现了流进 K 线，很快出现流进 K 线，而目前连续下跌一天都没有流进，所以当下的英伟达整体空方占优，而短线上没有在资金和动能上能发现任何的买进的机会。那么这里我们要再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高点、预测低点在哪里？今天英伟达的预测高点是 118.88， 收盘呢站在它之上，则是一根绿灯 K 线。而假如市场当中出现收盘跌破 107.46， 那么今天将继续是红灯，将继续往下跌，往103去运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阿哲要开始讲解苹果、高通、皮尔 TR、微软、TM、Meta、SMCI、MSTR 等8只标的的资金和动能上的解析。关于苹果，我们会稍微讲一下空间上怎么去看。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苹果的解析。那么当前我们看到是苹果的日线图表，那么上方呢的日线 K 线，为什么说它的技术面表示非常强硬？你会发现在市场暴跌了那么久的情况下，它整体反而走的是一个上行的趋势，整体呢没有被其他的科技股所连累，市场整体依旧是上行趋势。而左侧的高点这个区间，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上涨后回踩的过程，而最近的回踩是慢慢的变为强势，上涨不能站回，回落低点抬高，上涨创了新高，而后回落却并没有出现跌落前期的低点，而回落却没有跌破前期被突破的高点，所以目前这里呢有机会走出一个上行的趋势角度，它的斜率慢慢变得强势。而在这种转强的节点上，居然是市场大部分科技股暴跌的时候，所以苹果整体的结构它是很强势的，这是从结构上来去解析，也是上周周五时我们在盘前解析时提到的，为什么苹果可以去好好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也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方面，上方呢是红绿灯，下方呢是 BBD 的资金指标。那么我们看到图中昨天的 K 线底下是一个三角形的图样，三角形代表什么意思？三角形就说明它的低点和预测的低点是极其的相近，那么它才会出现三角形的图样。那么像前面这些位置，它也有出现红色的三角啊，这里呢也是红色的三角，红色三角说明当天价格最高点
刚好和阿哲预测的最高点相差无几，而绿色的三角则意味着当天价格实际的最低点和阿哲所预测的最低点，它也是实际相差无几。一般这种高低点相差无几的预测和实际的价格的共振，说明当天极容易是一个变盘点。所以当时股价这一波下跌到这里出现了一个低点变盘，而价格上涨到这里是一个高点变盘，而后续苹果目前走到这出现了低点的共振，一般低点共振更容易是低点变盘高点共振呢更容易是高点变盘。像这个地方它是刚好落到了一个回调低点上，刚好也是资金上的低点变盘，所以有点变化不一样。那么当前我们要看一下苹果的低点变盘是否能够有效。看到资金上前面股价的下跌在资金上产生了一天下穿 K 线为股价调整时关键的一根 K 线，和连续流出后的流进差不多相关，也是更为关键的一根 K 线。低点是不是目前没有被跌破，高点也没被突破，所以当前用 IRK 线你可以买进苹果的这一根阳线做买进，而后呢在后续突破时我们再去做加仓，这是在上期视频就讲过的一个策略。目前的苹果在买进之后冲高回落，但是并没有打破我们的 IM 模型的止损，不过当天呢它是走了一个负线，那么这里呢卖或者不卖其实都可以，因为如果要卖，它一个呢是负阴线可以去卖，不卖呢是因为它没有打破 IM 模型的低点止损。而现在我们在看到负阴线后的 XK 线，它如果能被突破也可以作为买点，所以这里呢其实苹果有两个买点，一个呢是价格收盘能够突破左边它的高点是一个买点，亦或者是价格可能保持回落 XK 线的高点后续被突破也能作为苹果的买点。接下来我们看到 Meta 在本次的单边下跌当中，在上周周五也出现了一个 K 线，这根 K 线呢底下又有一个绿色的三角，所以说明这一天的低点也和预测的低点是比较靠近的，这是一个低点变盘的预警。而价格走势这种下跌当中一直都是红灯，一直呢都是延续下跌，在这里开始出现了绿灯，而股价呢也在这里开始出现了止跌。那目前有绿灯也有红灯，所以当下这里多空是比较剧烈的，我们就要更加明确的一个方向，会不会继续的下跌，亦或者是一个上涨。我们看到底下的资金下穿的 K 线是谁？下穿是它呢早被跌破了，而股价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是谁？是它的低点呢目前略微有点被跌破，高点呢没有被突破，所以从资金层面上来看 Meta 这里是不能算是有效跌破，因为跌破的太少，而且有下影线。如果今天再次收一根阴线，在前面的 K 线之下收一根阴线，才算是跌破有效性的开始。那么这里呢依旧属于这个关键 K 线的震荡区间之内，如果它能够后续反手去突破，那么这里将确定止跌。而假如是跌破，那么则说明这里只是一个中继，后面呢还容易下跌。所以当下的 Meta 方向不太明确，整体多空是比较均衡，是一个小级别的震荡走势，要等待一根更加确定的方向 K 线出现才去加仓亦或者止损。那么今天它会是一根红灯 K 线还是绿灯 K 线呢？这里我们就需要看到它的今天支撑和压力位了。那么今天会是一根红灯还是绿灯呢？那么这里我们就要看一下今天预测的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阿哲给大家去讲一讲。高点要关注 668.15， 这个价位如果收盘站上，说明是一根绿灯 K 线，那么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市场应该是方向要向上的。而价格走势如果是下跌，跌破了 637.744， 那么这里将会是一个红灯，那么方向选择应该要向下。下面我们看到高通的股价在走势当中也是连续的下跌，而没有出现一根绿灯，还是保持一个红灯。昨天同样是一个负线，我们看到的很多只个股其实都是负线，所以你要关注的是 XK 线的产生以及 XK 线的突破，就是 K 线角度。而从资金上，我们看到股价的下跌，它连续流出流进是谁？是它流进 K 线被跌破。那目前呢流出之后又流进，但是它其实不太关键，因为它只是流出了2天，它没有保持这种连续的流出，连续的流出流进 K 线才关键。它呢短期流出流进就只是一个资金的小级别的波动，所以资金上呢没有太多的关注点，我们就关注 K 线 XK 线
能否被突破，以及动能上是红灯还是绿灯。那么我们看到高通在今天它的高点预测是 156.85， 这个价格它得要高点被突破才会是绿灯，低点呢是 149.29， 收盘跌破才是一个红灯 K 线。下面我们看到 PLTR 从高点出现红灯以及负阴线，是吧？它高点也是一根负阴线，而后股价一路的下跌。在下跌途中，市场的一个动能依旧是一个往下的空方为主，没有出现一个绿灯，整体是红灯为主。但是我们看到最近有点不太一样，最近这里出现了一个负线，是价格冲高回落，但问题在于它的高开幅度比较大。而回落时呢，没有去刺穿这根阳线的一半，所以目前它的负线和特斯拉一样，属于负半阴。它呢不是指数，不是像英伟达那样子是全部的覆盖，所以它的多头相对也是强于平均水平，整体也是比较看跌的。所以目前的 PLTR 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负线，所以你不用看它的 XK 线，我们就认为它是比较看跌的即可。那么关键 K 线是谁？连续流出之后的流进是这一根十日星，价格目前以此有点压力，没能够站上。我们说过这个位置被跌破，它呢目前这里能不能成为是低点，要看能不能够去修复，能够修复把它作为支撑，那么这个低点变盘就还是有效。如果它这里依旧保持压力，那么风险就比较大。而现在的 PLTR 因为昨天的这根阴线它不是一个标准负线，所以空方的提醒不是很明显，你也可以不去卖出。我们之前这里是给过一个买点，这根阳线是一个 IR 模型，前面呢是一个外包日线，所以这个买点其实还是比较标准。买进之后止损位可以放在这根阳线的低点区间附近，目前没有跌破，那么可以以此依旧保持一笔抄底仓位，这是 PLTR。我们看到它的动能，今天的红灯绿灯怎么去判定？如果今天价格收盘在 86.95 之上，这是绿灯 K 线，如果收盘跌破79，那么它就是一个红灯 K 线。现在我们看到微软整体本次下跌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绿灯产生，或者说基本是没有的。其中有一天是一个低点变盘的提醒，这一天是不是一个绿色的三角？底下呢刚好是一天下穿。好，它的低点和预测低点相近，我们认为应该是有低点变盘，但资金的低点变盘告诉我们，它的低点不能被跌破，高点要被突破，而当时到了这里，高点没有突破，所以它不是一个买点。而我们可以看到，微软昨天的 K 线很特别，它除了是一根负阴线，比较强势的负阴线之外，它的开盘价和最高价是相等的，都是 398.82， 所以它是一根关头阴线。那么关头阴线的产生，说明这里将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压力，所以微软呢当前的走势其实不太明朗，它这里的关头阴线将会产生一个比较强势的压力，那后续股价的上涨遇到它风险就比较大。而资金上的下穿，目前依旧没有流进的资金，一直呢保持流出的资金，动能也还是红灯。接下来我们看下今天什么时候会出现一个绿灯 K 线，价格只有收盘在393.655 之上时才会是一个我们所说的绿灯 K 线，而今天的一个低点预测是 380.99， 如果价格呢收盘跌破这个价位，那么就是一根红灯 K 线，市场微软将继续下行，依旧呢是空方风险，而收盘如果能够在 393.65 之上才会是一根绿灯，才有可能产生向上的动能，而现在在资金和动能上，微软也还不是一个很好的抄底标的。接下来我们看到 TEM 整体是走了一个 A 日的顶单边的一个高点，单边的上涨，单边的下跌。下跌途中和指数一样，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绿灯，整体是以红灯为主，到现在为止都是一个红灯。但资金反应有点不一样，连续的下跌，昨天虽然是一根负阴线，但底下的资金率先变为了绿色，所以它是一根关键 K 线。负阴线我们依旧是关注 X 能不能突破，但资金上我们依旧要关注一下这一天它的高点和低点。正常来讲，低点应该要有支撑，如果 TM 今天继续下跌，它的收盘在昨天的最低价 50.03 之下，那么收盘跌破就说明这里将不是一个有效的低点确认，而还会有一个延续的下跌。那么这一次连续流出后首根流进的 K 线也就无效了，而假如它能够反向去突破这根 K 线，
那么才真正的能够初步确认这里是个低点啊，否则呢，这里还不是低点。而从动能 K 线上看，我们也要关注一下今天的预测高低点、支撑和压力。高点是 54.26， 这个价格突破将是绿灯，而低点是 46.7， 跌破将是红灯，它呢也是今天的日内低点支撑。我们现在看到 SMCI 整体的下跌，前面这里是有一个绿灯，但当时我们说过，绿灯产生是一个假阴线，亦或者是不好看的 K 线，十日星长上影，都不太建议去买进。我们更加喜欢的是出现了绿灯之后，它是有一定的实体阳线啊，不要是十日星，也不要呢是一根阴线。所以本次下跌的绿灯没有太多为买点，而价格的下跌，昨天呢又是一根什么 K 线？又是一根红灯 K 线。所以 SMCI 当前的止跌迹象不太明确，资金的下跌，资金的流出也没有迎来流进。当下的 SMCI 整体的买点是没有的，虽然我们说它之前调整是强势的，但目前慢慢的有一个强势有转弱了，在强势行情回调时没有给到好的买点，而目前转弱了，同样也没有买点。所以 SMCI 的抄底不要着急，不要提前，我们等待明确的抄底信号先。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红绿灯会怎么产生。今天的预测高点是 39.225， 而它的低点是 32.455， 股价收盘突破 39.255， 那么价格呢是一个绿灯，跌破 32.45 将是一个红灯。如果这里 SMCI 能够出现价格收盘在 39.225 之上，并且是一根实体不错的阳线，那么可以作为一个首次抄底的买点。最后我们看到 MSTR，比特币出现大涨，而 MSTR 呢也出现了高开，但高开之后呢出现回落。不过这里呢阿哲的观点也是没有变的，市场前期的这种下跌连续的红灯，我们说过这个红灯和绿灯如果连续转换，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多空之间竞争很激烈，这种情况下下一根 K 线的方向很容易是变盘方向。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下之前的行情，曾经在这里就出现过连续2次，这里呢也是连续的转灯，而后出现下跌，所以方向呢是看跌的。而这里呢也是连续转灯，这里是下跌，所以方向我们当时也是说变盘容易向下。这个方法不是100%的准确，能够预知变盘方向，但是大概率是没有问题。所以这个位置出现了连续转灯，而后收上涨，所以我们认为它目前的变盘应该还是能够向上的。这个地方是低点的概率也是蛮大的。我们看一下股价下跌时首根流进是谁？首根流进是这一天的红灯 K 线，它的高点目前没突破，低点也没跌破，所以以此呢认为它的低点确认的条件就是把它的高点能够有效突破，那么这个低点就稳固了，就确认了。那么变盘的方向也将持续的上行，这是 MSTR 它的关键区间。我们把图表放大，告诉大家今天的红绿灯转换。那么今天突破一个价格会成为绿灯，这个价格是 273.01， 突破将是一个绿灯。那么它的一个收盘如果跌破 224.01， 将会产生一个红灯。这是2个关键价位，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今天日内的高低点压力支撑的表现。以上就是3月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美股若反弹，小心短期的风险，但是股价只要不达成阿哲所讲的背离修复条件，那么目前的下跌，我们关注复阴线后的 X 的表现，希望对此你能够有所观察，也能够对你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